男人挑战住在地下10米的掩体里，只要能生存7天就会赢到10万奖金。这里没有网络，没有时间，更没有窗户，如此灾难幽闭的环境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阿伟心怀期待地进入了地下掩体，仅有9平方的空间还不算太糟。他快速翻遍了所有的物体，并没有发现食物、水源和厕所。节目组该不会是忘记了吧？这时突然看到墙壁上的线索，才意识到还可能存在其他的房间。入口到底在哪里呢？阿伟移开床头的柜子，终于发现了隐藏的通道。他顺着入口爬进去，在转角处看到了第2个房间。这里果然存放着食物和大量物资，还有一条通往第3个房间的隧道。阿伟解锁了重要区域卫生间，如果吃喝拉撒都能解决的话，那独自生存7天也不是没有机会。只是来回穿梭3个通道之间非常耗费力气，他很担心万一有一天拉肚子还能不能赶到厕所去。接下来阿伟仔细清点了所有的物资，尽量分配出7天所需的食物和水源，然后睡一觉让时间过得快一点。但是3个房间都没有电源开关，睡觉不关灯属实有点为难。第1天过得还不算太糟，第2天阿伟在不知时间的密室里继续生活，他感觉有点胸闷出汗，可能是因为空气不流通的原因，但是习惯喝茶的他执意要烧一壶热水泡茶，导致这个房间更加闷热了。阿伟只能带着食物离开，前往1号房间。他卡在隧道里艰难的爬行，简单吃个饭怎么就这么难？仿佛只有睡觉才能让时间过得更快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肚子的不适感将他喊醒。阿伟快速爬过2条狭长的隧道，直冲厕所，真怕晚一点会拉到裤子里。他把毛毯钉在墙壁上做帐篷，遮住灯光，睡得就能安稳一些。这一次他睡得很沉，完全没有感应到密室的变化。不知从哪出现的水逐渐淹没了地板，连同其他的房间一起变成了池塘，而且水位还在不断升高。阿伟被哗哗的声音吵醒，瞬间吓傻了眼睛，他以为是上面下雨了才会漏水，殊不知节目组会让你这么容易拿走奖金吗？他赶紧用沙袋和被子堵住出口，这么多水，如果有电源在地上就更加危险了。阿伟趟着污水前往其他房间检查，他很疑惑这是什么突发情况，难道节目组的人看不到吗？现在还不是发牢骚的时候。阿伟突然想到便携的马桶还没有查看，这要是侧翻了不得变成污水池啊。他快速找到一个框架，将马桶架高了一些，然而救援工作还远远不够。随着水位慢慢升高，第1个房间马上就要沦陷了。阿伟快速折返回去，将重要的床垫钉在了墙上。灾难进行得如此之快，他顾不得绝望，顾不得崩溃，只想拯救一些物资，挺过1秒是1秒。马桶又要差点侧翻了，阿伟只能继续垫高，远离水位。这糟心的房子还能住人吗？他试图向摄像头求救，但是节目组没有一点回应。阿伟跑来跑去，累得双腿发软。这第3天他过得很辛苦，在他睡觉的同时，水位还在升高，仅差几公分就淹没通道了。想要前往下一个房间，只能露出半张脸来呼吸。他决定放弃1号房间，留在有食物的区域才能不被饿死。看着淹没的密室，他也想过放弃，但是在水中泡了这么久，还有比这些更残酷的吗？阿伟坚信这一天挺过去就好了。他躺在2个货架的中间睡一觉。被淹没的密室看着就很危险，而唯一的通道彻底被淹没了。第4天，他准备待在2号房间，哪也不去，有吃有喝他还能坚持。不得不说，阿伟的心理非常强大，守着粮仓吃得很是开心，但却忽略了上厕所的困难。被淹没的通道如何穿过去呢？想想都有一种窒息的恐惧。阿伟为了保留唯一的空间不受污染，决定要去卫生间解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潜入水里，快速游向3号房间，憋得脑瓜子嗡嗡的。来到厕所才发现，好像在哪解决都是一样的。他再次憋气返回2号房间，这一来一回差点尿了半条命。他发誓再也不去厕所了。本以为这已经是比赛中最难的模块，没想到突然停电了。阿伟变得更加崩溃。淹没的密室，黑暗的地下掩体，他还有坚持下去的理由吗？还好有手电筒照亮了唯一的希望。阿伟不知道度过了几天的时间，但他始终坚信距离成功不太远了。第5天的时候，水位慢慢下降了一些，恰好在货架上发现了一块备用电池，只要返回1号房间连接上插座，或许能打开灯光。阿伟熟悉一点皮毛知识，没想到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。当灯亮起的那一刻，阿伟激动得快要哭了。久违的光明瞬间覆盖了黑暗，好像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。他又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，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明显恍惚了很多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再年轻的小伙也撑不住啊。接下来的时间他准备好好睡一觉，不管几天几点睡着，时间过得肯定快。第6天的时候，阿伟一直待在1号房间，他穿上一双新鞋，准备随时可以出去，但是不确定有没有住够7天。他能做的就是一直等着，无聊的等着，再也没有刚进来时候的兴奋了。在密闭的环境独自生活真的很压抑。突然一声巨响将他拉回了现实。阿伟不确定是哪个房间怎么了，赶紧游过去查看。2号房间的通道塌方了，这一幕他看得心惊胆战，如果砸在自己身上，那还不得青一块紫一块。阿伟意识到待在这里很危险，赶紧向1号房间游去。此时备用电池也没电了，双重的恐惧再次袭来。阿伟无助地躺在床上睡觉，就算睡不着他也不会起来了，就这样在黑暗中等着。时间1分1秒的消失，终于熬到了第7天的晚上，节目组敲响了大门，提醒他可以出去了。Денщик! Бля!
机器。阿伟来到出口处，向上看去，新鲜的空气久违的天空，他激动得溢于言表。7天的末日生活太难熬了。阿伟挑战成功，赢到了奖金，身上臭烘烘的味道，他只宠摄影师一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能坚持几天呢？只要从5米的深坑里爬出来，就能赢到5万奖金。每人只能使用一种辅助工具。阿伟选择带一部手机入坑。农夫大叔的工具是一把锄头，而小明却将自行车骑进了深坑里。1号玩家阿伟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。入坑的姿势很帅气，差一点就去见太奶了。他仔细观察四周的环境，墙壁不但湿滑，而且比想象中更高，使劲跳起来也够不到上面。他在角落处爬来爬去，1.5米的小短腿几乎使出了全力，还是够不到地面。没有支撑的墙壁根本爬不出去。阿伟试图用大喊的方式向路人求救，没曾想方圆几公里连只蚂蚁也没有。他冷静思考逃出去的方式，终于想到了口袋里的手机，于是果断拆掉塑料手机壳。还好手机壳的材质比较坚硬，他开始在墙壁上挖洞，只要在墙壁上挖出向上的阶梯，就能登上去离开深坑。挖着挖着突然又停了，他忽然想起兜里的手机还可以打电话，于是赶紧拨打了外卖电话。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，竟然没有信号，阿伟只能用手机壳继续挖。好在泥土并不坚硬，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挖好了6个向上的洞口。他开始往上爬了，一脚踩一个，终于够到了上面的平台。阿伟扒住地面往上使劲，连带着身体发力，他终于爬了出去。仿佛耗尽了元气，他累得一动不动。逃生的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。2号玩家大叔正准备下地挖土豆，他毫无防备就掉入了深坑。好在随身携带的锄头没有弄丢，大叔将锄头钉在墙壁上，可以作为支点往上爬，但是铲得并不结实，根本撑不住人的体重。但他却不死心，在4面墙壁上来回尝试。他坚信这么长的锄头肯定能救他出去。终于在行动了100次后，锄头卡在了一块硬土的上面。大叔光着脚丫往上爬，拉着锄头很快就够到了地面。他2只手一起发力，迅速往上爬，终于逃出了深坑。使用的时间超过了2个小时，远远落后了阿伟的成绩。3号玩家小明上学途中路过此坑，他始终保持着骑车的姿势，就算嘎也要保持形象。比赛的时间开始倒计时，小明也不再装了。他看着接近5米的深坑，想要爬出去几乎不可能，于是想到把自行车固定在角落里做支撑，待他站上去就能够到地面。这高于头顶的墙壁如何往上爬呢？而且脚下的支撑还远远不够。小明用力跳起来，用胳膊撑住了地面，然后使劲将身体贴在出口处，迅速腾出右手往上爬。他终于逃了出去，使用的时间只有20分钟。小明的速度最快，所以他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得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选择用什么工具逃出来呢？小伙把新房子改造成了超大鱼缸，不但可以养鱼，还可以住人。建造这么大的水族馆简直是童年的噩梦。黄毛打开了家里所有的水龙头，没有被限制的水流开始肆意的流淌，仅仅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淹没了脚踝。而同居的阿伟却异常兴奋，积攒了1个月的衣服不用洗了，而且洗澡也不需要换水，盆里面泡完，外面还能再投一遍。只是马桶失灵了多少有一点不方便，但他能在房子里划船属实很惊喜。黄毛拿来了很多泡沫条和水气球，他没想到水流的速度这么快，几乎淹没了床的高度，还好提前切断了电源。房子里除了有水没有其他的危险，如果要灌满整座房子可能需要几千升的容量，现在1半的水位也没有达到。黄毛决定砸开主管道开闸放水，湍急的水流一泻到底，水位也在迅速升高，很快就淹没了大腿的位置。住房变鱼缸，这可能是脑回路最离谱的一次。黄毛发现被水泡过的家具开始松动，木质的门板也在脱落，他很担心房子撑不住压力突然倒塌，现在只有加速放水，尽快完成养鱼的梦想。小美把瓶装水倒进房子里，几乎溅不起一点水花。黄毛借来一根很粗的水管，水流的速度奔腾不息，水位也在快速升高，仅仅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淹没到了胸口的位置。而个子稍矮一点的室友马上就要喝到水了，这样的容量足可以用来养鱼。黄毛决定添加一些新室友作伴，而真鱼很脆弱，经不起折腾。他考虑再三，只好买了一些机器鱼放在房子里，小鱼欢快的到处乱窜。黄毛穿上潜水服也加入了游戏。这座他熟悉的房子虽然变成了水族馆，但他依然可以正常生活，睡觉、洗手、洗衣服。看似疯狂的行为，实则有点颠。他沉浸在水族馆里遨游玩耍，完全不考虑房子的感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被水泡过的房子还能结实吗？5个人挑战会变形的非牛顿流体，只要一直跑就能如履平地，一旦停下来立马就会被流体吞噬。
谁能站到最后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这是5个看着并不普通的普通人，除了会说沙瓦迪卡也没什么技巧，只能一直跑来减轻流体的吸附力。如果没有节奏感随便乱踩，可能会累得更快。中间的2位好像掌握了技巧，只有1点胖的小胖明显力不从心，晃动的不仅是脚下的流体，还有身上的2坨肉肉。他吃力地扫了一眼同伴，算球。既然赢不了，还不如躺平。小胖被陷进了流体里，放弃了比赛，还剩下4个人。右边的2位如履平地，还时不时地嘲笑别人一下，而左边的2位大哥如履薄冰，使出了很大的力气，还是找不到节奏感，只能越踩越累。小黄希望难兄难弟能帮扶一把，没想到尾巴哥不想和他有牵连，但还是受到了影响。2个人几乎同时陷进了流体里，动都动不了，只剩下2个人了。他们气喘吁吁，还是那样轻松。这2个轻练一点的选手，谁能坚持到最后呢？主持人拿来2个乒乓球，让他们一边比赛的同时一边拍球，转移注意力。脚还会跑吗？小白的节奏被打乱了，他很担心球会掉落，而小黑更坏，实在分不开脑子的小白甩掉了球，还输掉了比赛。这一局小黑赢了。正所谓进去容易出来难，节目组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走出来，不能借助外力。5个人瞬间懵了，这玩意遇强则强，吃软不吃硬，怎么才能出来呢？尾巴哥暴力测试打算晃出去，才发现你越使劲它吸得越结实，或许温柔一点就能出来了。有2个人已经伸出了1只脚，但是不能借助外力，另一只脚怎么逃生呢？小白的汉尼拔好像有点作用，也只能出来1只脚，另一只能不能拔出来呢？小黑担心他会第一个逃走，又开始干扰对方，但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。后面的小黄也在偷袭他，5个人很公平，没有一个是朋友。尾巴哥的箱子不堪重负牺牲了，沉重的流体就像水泥一样裹在腿上，好在他能逃出去了，但是和奖金无关。中间的2位好像达成了默契，背靠背互相依靠，就看谁的速度快了。小黑扒了一会突然发力，终于拔出了那只脚，第一个逃出了流体。小白仅仅只慢了几秒钟。恭喜双赢的小黑赢到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，又会怎么出来呢？男人挑战住在地下12米的避难所里，只要和陌生的异性生存100天就能赢到50万美金。如果有1人提前离开，奖金就会归零。避难所的设计紧凑且合理，不仅储备了100天所需的物资，还可以自己种植新鲜蔬菜，所以他们并不担心会被饿死。但是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，他们能坚持多久呢？主持人关上厚重的大门，地下100天的挑战也正式开始。节目组特意把50万奖金放在2人的床头，时刻提醒着比赛的紧张感。毕竟脱离社会100天，一般人可熬不住。2个人好奇地打量地下室，这里有吃有喝，还有奖金拿，傻子才会离开呢。而且和对方相处的还算融洽。但是长久的地下生活真的有那么简单吗？第一天在充实期待中结束，2个人一觉睡到了第2天早上。他们愉快地一起做早餐，毕竟要生活100天呢，所以尽量和平相处，给对方留一些空间，互不打扰。细心的小美发现这些奖金被锁住了，而且上方还有一个特殊的装置，这正是主持人提前迎接第10天的挑战，前提是他们能坚持下去。第3天的心情依然很不错，他们约定一起健身，做最强壮的人。乔治表现得很绅士，每天都在做饭打扫卫生，而小美无所事事，只顾着貌美如花。这样的相处方式坚持了10天，以后的日子会更加漫长。主持人如约进入了地堡，他打开奖金2边的木盒子，里面是手部扫描仪。当小助手按下按钮时，上方就会出现1分钟倒计时，只有2个人同时把手放在扫描仪上才能暂停计时器，不然倒计时归零，奖金就会被烧成灰。以后的每一天都会启动1次计时器，而且没有时间规定。Every single day? Every day. What if I'm showering? I don't care the reason why. If you guys mess up just one time, both of you are leaving with nothing. Oh my gosh. 主持人介绍完游戏规则就离开了，2个人瞬间懵逼了，这要是睡着了怎么办？他们商议把床垫移动到扫描仪的旁边，这样就可以随时待命。第11天的时候，小助手再次按下了按钮，还好2个人离的距离不远，只过了5秒钟就暂停了计时器。他们紧张的心跳加速，1天1次的警报终于解除，接下来的时间他们可以自由发挥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而小助手也在伺机而动，按按钮的时间从不一致，凌晨、半夜，也可能是其中1人上厕所洗澡的时候，但都被他们一一化解。2个人的合作方式也更加默契。第2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再次来到了地堡，提出拿5万美金买走30秒的倒计时，只要按下扫描仪不超过时间就能拿到55万美金。这个附加条件很诱人，而且他们之前只用了几秒钟就暂停了计时器。2个人一致同意缩短时间，计时器改成了30秒，他们的奖池又增加了5万美金。挑战越来越有难度，他们也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
每次按下扫描仪的时间都没有超过10秒钟，掌握的越来越得心应手。很快又到了第30天，主持人再次提出了新的挑战，如果取消警报的提示音，就能多加5万美金。两个人商议了半天，没有了提示音，可能随时随地错过扫描仪，到时候1分钱也拿不到，更别说这区区5万美金了。能保住55万才是赢家，所以他们这次放弃了加码的机会。主持人有些失落，也只能祝他们好运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乔治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，还要1天3顿不停地做饭，而小美不是在忙自己的事，就是在等着吃饭。两人的关系在潜移默化的改变，从应付说话变成了互不搭理。这样紧张的氛围让主持人决定应该做些什么。于是在第40天的时候，他提出谁现在退出就能拿走10万美金，而另一个人也不会被淘汰。Maybe I could leave. I do everything around here. I do all the cooking. I take care of the plants. I even entertain you with how bad I am at the guitar. I think I might leave No, you. you can't. 听到乔治想走，小美极力劝阻。10万美金才多少？55万我们平分不好吗？乔治迟疑了片刻。I'm sorry. But I'm staying! 主持人的离间计没有成功，比赛继续，但这次的选择明显让两人有了间隙。他们话不投机，开始指责对方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。主持人隔着屏幕都感觉要散伙。两个人连续4天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持续冷战中。在第48天的时候，主持人送进来一个人，为了缓和他们的关系，黄毛必须住满50个小时。无聊的地堡又多了一个人，竟然多了很多话题，气氛也变得热闹起来。黄毛让他们明确目标，这么一大笔奖金足可以改变人生。这不仅仅是为对方而战，更是为了自己。两个人貌似又重归于好，在第50天的时候准备了蛋糕，庆祝这来之不易熬过一半的胜利。黄毛50个小时的陪伴也已到期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地堡。主持人提出新的比赛规则，倒计时每减少1秒就能换取5000美金。这个提议很让人心动。乔治认为他们每次都能在10秒之内暂停计时器，多出来的时间换成钱岂不乐哉？而小美却认为有点冒险。再三斟酌之后，两人决定只减少10秒钟，他们的奖池又增加5万美金，两个人可以平分60万了。想想都让人激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不怎么说话，也不再埋怨对方，毕竟还有40多天呢，都不想半途而废。共同守护好扫描仪才是两人最终的目标。不管其中一人在干嘛，只要警报一响，都要第一时间去汇合。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死循环，他们的内心满是煎熬。第6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提出1天触发3次警报就能再加5万美金，两个人无比心动。这么多钱拿回家不香吗？但是理智战胜了贪念，他们拒绝了这次加码。1天1次的警报已经够让人头疼了，而且倒计时20秒非常危险，他们能保护好60万就很不容易了。持续不断的消极时刻缠绕着两人，突然对周围的一切提不起一点兴趣。乔治整天待在储物室里看书，小美无聊到透顶，开始整事。她趁乔治离开的空隙把书藏了起来，事后还不承认是自己干的，这让乔治很生气。他突然后悔当初没有拿钱离开，这么多钱可以买到时间，但是买不到自由。第7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用一块黑布将两人分开，在互不影响的时候提出现在离开就可以拿到20万美金，另一个人也不会被淘汰。这次他们该怎么选择呢？小美的内心没有动摇，她想坚持到最后瓜分60万奖金，而乔治很想拿钱走人。他讨厌这样的生活，也讨厌小美，但是20万和30万哪个更诱人呢？乔治的左右脑争论了半天，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，用30天的时间多拿到10万美金，这可是这辈子唯一的机会。等主持人走后，乔治又后悔了。Would you mind making me chicken? Would you make me scrambled eggs? Do you think when you're done, you can make me like a little bit of eggs and chorizo? It just sucks now. 他做饭做到想吐，而小美懒得一动不动，索性改变不了他就变成他。乔治也变得懒惰起来，他不再管理种植的蔬菜，也不打算做饭，反正饿又饿不死，躺又躺不平。第8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提出让他们休息10天，这10天里不再触发警报器，养好精神去应付最后10天的挑战。他们不再被紧张的扫描仪左右，心情也变得轻松很多。小美开始学着做饭，乔治的偏见也在慢慢消除，两人的关系开始回升。很快就到了第90天，主持人提出新的游戏规则，他重新将计时器调整到1分钟，每天开始倒计时后将不再重置，这1分钟的时间一直撑到比赛结束，接受挑战就能多拿到10万美金。两个人都动心了，而且他们每次的用时只有5秒钟左右，足可以撑到比赛结束。他们一致同意将奖池增加到70万美金，越来越多的筹码让比赛更加紧张。他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搬到了扫描仪旁边，争取不浪费任何1秒钟。乔治睡觉也要抱着扫描仪，只剩下最后10天了，一定要带着奖金回家。当警报器响起时，两人快速做出反应，只消耗了2秒钟就停止了，这速度也太快了。剩下的时间可以休息了。
才刚刚过了午夜12点，警报器又响了。这次还是2秒钟结束。小助手的计谋没有得逞，但他们总要上厕所吧？小助手们一直在等待机会，等小美跑去卫生间，他们赶紧按下了计时器。一切来得太突然，小美迅速折返回来，按下扫描仪。看来这厕所是不能去了，但是人有3急，乔治决定上个这辈子最快的厕所。Come on! 还是没有上成，警报器没响之前2个人都不能离开太远，还剩下好几天呢。46秒的时间一定要坚持到结束。小美特意画出一条警戒线，不超过标记就能及时化解危机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每次只用几秒钟就能暂停计时器，只要保持住节奏，就能轻松撑到最后。终于熬到了第100天，2个人激动的一夜没睡。他们按下了最后一次的倒计时，终于结束了100天的噩梦。离开这阴暗潮湿的地堡，仿佛获得了新生。2个人也如愿拿到了奖金，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，一切的坚持都是那么值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这才是捉迷藏最极致的隐身方式。谁能躲过15名突击小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本次的游戏地点设在6000多平的学校里，玩家们藏身的方式升级再升级，而找人的精英小队也准备了更厉害的武器。乔治打算藏进潮虫的箱子里掩人耳目，却差点被巨蟒的碎屑憋死。他看到空荡的大厅，异想天开，中间放一个花坛应该毫无违和感吧。在小助手的帮助下，他猫进了花坛里，化妆师将泥土裹住头部，直到与周围的土壤融为一体。乔治彻底变成了草木灰，在植物的掩盖下若隐若现，不用手扒拉根本找不着。2号玩家小美找到一间生物教室，她要制作一整面植物墙壁，正好与房间里的装扮相呼应，更不会让人起疑心。而她就躲在绿植被的后面，化妆师将脸部完美遮盖，小美销声匿迹的藏好了。白毛的策略高深莫测，他要复刻一根走廊里的承重柱，这玩意实心的墙壁谁会想到能藏人呢？小助手很快实施计划，建造了一根一模一样的空心柱子，里面不仅有椅子还有风扇，坐在这里非常舒适。就这样，白毛无中生有，凭空消失了。3个人都已藏好，15名精英小队也开始了行动。他们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，找到3人就能拿到奖金。队长快速制定搜捕计划，兵分3路全面搜索学校。虽然时间紧迫，但是人手足够。在寻找的时候格外细心，桌子下、储物柜、空鼓的墙壁，甚至连狭小的缝隙都没有放过。只要能藏人的地方全部清除。他们首次经过白毛的身边，没有人会注意到一根柱子，反而匆匆跑去了别处。另一队的士兵倒是很谨慎，推着花坛拖行了好几米，要是有人的话早就叫开了。他们再次错过了机会，而乔治稳如老狗一动不动，只要不拿铲子绝不出来。第3支队伍来到地下室检查，这里面空荡且黑暗，阴森森的，谁会躲在这里呢？他们足足浪费了20分钟的时间。这个学校面积很大，房间很多，能藏人的犄角旮旯都要仔细检查。他们一路排查到生物教室，5个人铺天盖地般席卷房间，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出去。墙角的植物一一排查，终于找到了小美。她藏得心惊胆跳，还是输掉了比赛。时间过去了30分钟，他们继续寻找其他2人。放杂物的房间乱七八糟，很适合藏人，只能用手电筒一一检查，又浪费了10分钟。当第2次经过白毛的身边时，终于有人发现了鼓包的承重柱，这手感明显轻飘飘的，用手一掰就能打开。白毛也被找到了，只剩下最后1人了，时间还剩下5分钟。他们再次筛查了一遍楼上楼下，还是没有找到乔治。直到时间结束，白毛才揭晓了答案。乔治藏在花坛里，露出2只大眼睛。他也凭借这波逆天土遁术，成功拿到了1万奖金。不过15个精英成员好像输得并不甘心。5000层纸做的牢房和100斤铝箔做的牢房哪个更结实？谁先砸开墙壁逃出来就能赢到奖金。大壮选择了纸牢房，阿伟选择了铝箔牢房。纸的质地柔软且好撕，但是5000层叠在一起如何撕得开呢？而阿伟的铝箔牢房越砸越硬，层层相连形成了铜墙铁壁。他把撕下来的铝箔纸折成了刀的形状，希望可以切开一个口子，但是硬度相当，根本不起作用。而大壮却能切开10几层。看着他进步如此神速，阿伟只怪自己太聪明，竟为别人做嫁衣。主持人拿来迷你版小榔头，大壮继续在墙壁上剐蹭，榔头的仰角竟然刮下来好多层。阿伟也撬开了扎手的铝箔纸，听声音这厚度难以估量，仅靠小榔头要砸到猴年马月啊！主持人提出升级工具的要求，谁先扯开150米的锡纸卷就能获得大榔头。2个人快速扯出去10几米，但是对方一直在捣乱，他们只能边防守边进攻，机械一样的扯动锡纸。阿伟快人一步，首先扯完了卷筒，他拿到了大榔头，继续在墙壁的中间使劲砸，再用仰角撬开凹槽。阿伟打开了几10层铝箔纸了。大壮用小的榔头也没有气馁，如果砸累了就用嘴巴去啃。
他砸得开坚硬的石头牢房，这些软纸更不会放在眼里。主持人再次拿来了工具，锋利的刺锤锦上添花，只要力气够大就能一直进步。大壮砸到冒烟也没有停止，他终于挖到了新的涂层。阿伟羡慕的有些着急，不小心把工具砸断了。冒昧的锤子，没有工具还怎么砸？主持人给他拿来了新的工具，带刺的棒球棍。阿伟把扎破的铝箔纸砸到一边，中间的凹槽也在变大，只要把容易定型的锡纸往两边砸，就能腾出来出口的位置。大壮在一边看得眼馋，他也想试用一下狼牙棒，没想到阿伟竟然同意了。拿到新工具的大壮使劲砸向墙壁，再一次挖到了新的涂层，估摸着打开了一半的出口了。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激烈，两个人明争暗斗，目的单纯，拿到奖金才是王者。主持人再次拿来了新工具，阿伟选择了镰刀，大壮选择了砍刀。他们在自己的墙壁上马不停蹄。阿伟用镰刀割开厚厚相连的铝箔层，他已经看到最后一层的铁板了。大壮将砍刀扎进纸堆里，也找到了尽头，但是想要割开厚厚的纸层还有些困难。主持人提出新的游戏规则，谁先撕开一本书就能拿到大斧子，这么厚一本使出全力也撕不开，就连大壮也隔得手麻，根本不可能撕得开。主持人亲身示范一下，大壮立马领悟到了精髓，也跟着撕开了书本。他拿到了大斧子，继续清除洞口的纸层，还是大斧子甩起来比较趁手。阿伟只能用镰刀继续切割，被砸敦实的铝箔像极了金属层，每一次切割都很费力。他向大壮提出借用一下大斧子，毕竟有借有还才是好朋友。但是大壮只顾着砸墙壁，并不打算理会他。主持人看得心花怒放，再次提出新的挑战，谁先扯开400米长的绳子就能拿到新工具。这次有位置限制，他们只能在原地扯动车轮，比手还要粗的绳子拉起来很费劲，就好像是在拔河比赛。但是想要新工具只能逆流而上。阿伟最先扯完了绳子，拿到了3倍加的大镐头，他来不及歇息一下，赶紧去砸墙壁，只剩下最后一块铁板了。但是工具又一次损坏了，他只能用镐头继续挖。主持人提出这把大斧子2个人可以一起用，每个人使用1分钟，谁能赢就看运气了。他们轮流使用大斧子，几乎无缝衔接，每用力一次就能多1份胜算。大壮终于砸到了最里面的木板层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阿伟击穿了铁板，拿到了象征胜利的红旗。这一次阿伟赢了，大壮输得很不甘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怎么打开纸牢房呢？这是最新玩法躲猫猫主题版挑战赛，谁能坚持1个小时不被找到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游戏规则不能藏起来，他们只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杰克的主题是白色，他必须以白色为背景进行躲藏，但是白色的物品少之又少。他突然想到卫生间不就是白色的吗？而且马桶这么小也藏不下一个人，或许在角落处安装一个假马桶就能完美的伪装。这个主意非常不错。他在连接的后墙上挖出可以容纳身体的洞口，露出的脑袋正好卡在马桶里。化妆师奋笔疾书把他的脸涂成了白色，隐形的马桶人就此诞生。最后再把真马桶隐藏起来，整个卫生间看不出一点瑕疵。杰克开心地笑出了猪叫声。阿伟的主题是棕色，他打算藏进泥土里伪装成泥巴。摄影师告诉他这可能不只是泥土。这棵树也是棕色的，但他爬不上去怎么办？那就变成树也不错。他在树下挖出1人高的深坑，等他跳进去后，表面用泥土掩盖完整，露出的头部就交给化妆师了。只要剪些树皮贴在脸上，就能伪装成完美的大树。不管远看还是近看，都很难识别出来。阿伟藏的异想天开非常隐蔽。乔治的主题是绿色，而这片草地就是绿色的。他准备躺在下面伪装成草坪，于是火速挖了一个2米长的深坑，接下来把草坪恢复平整，大脸一定要露出来。游戏规则不能破坏。心灵手巧的化妆师再次施展魔法，把干净的小白脸变成了青青草原，无缝衔接进草地里，几乎看不出差别。乔治绿油油的藏好了，另一边的小美也找到了容身之处，她要伪装成蒙娜丽莎挂在墙上，于是用锤子砸穿了墙壁，整个人躲在后面，只露出来一张脸。经过化妆师的精心打扮，小美变成了蒙眼丽莎，而肖恩的想法更加离谱，他要伪装成樱桃馅饼，大红的颜色倒很符合他的主题，只要在旁边放些食物打掩护，他躲在桌子下面就能安心的做个馅饼。5个人都已藏好，寻找的赏金猎人也准时来到了场地，只要1个小时找到他们，猎人就能拿到1万奖金。专业的侦查技巧加上经验，他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。他的目标是找人，所以怀疑的地方都要清除。猎人大步向厨房靠近，突然踩到一颗红色的东西，他闻了一下，竟然是颗假樱桃。难道有人藏在这些食物里？猎人举起小刀挨个铲除桌子上的食物。肖恩吓得瑟瑟发抖，不敢吱声。当危险越来越近时，肖恩快速离开桌子准备逃离，但还是被抓住了，成为了第1个被淘汰的玩家。时间过去了20分钟，猎人继续找寻线索。他在草坪上发泄着无名之火，
完全没有看到隐身的乔治，但在树下却发现了一块掉落的树皮。敏锐的嗅觉告诉他，可能有人伪装成了大树。于是他将一只蜘蛛放在树上。阿伟忍受不住瘙痒，叫出了声音。猎人又找到一个人，阿伟也被淘汰了。猎人再次回到房子里，大肆的搞破坏。他找不到其他人，急火攻心，大鼻涕都要气出来了。当他准备上厕所时，竟然发现马桶是坏的。怎么对面还有一个马桶啊？卫生间的设计好奇怪，只是这个厕所是正常的，那个明显不能用。猎人故意坐上去一试便知，杰克忍耐到了极限，再也装不下去，而猎人却执意要冲马桶。解决完杰克以后，时间还剩下10分钟，还有2个人没有找到。猎人只好拿出热成像扫描房间，只要有温度的地方就能一目了然。蒙眼丽莎虽然骗过了人的眼睛，但却没有骗到机器。小美也被找到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。时间还剩下3分钟，猎人拿着热成像到处扫描，但是偌大的草地很耽误时间。突然他踩到了破裂的草坪，以为就是乔治呢，没想到竟然是假人陷阱。仅仅一步之遥，近在眼前的乔治好心提醒他时间已到，他挑战失败了。猎人不甘心输得如此可惜，就这样与奖金擦肩而过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把自己伪装成什么呢？